如果初恋怀了你的孩子，但此刻你却处在事业上升的窗口期，你会选择结婚生子做个凡人，还是忍痛分手去追名逐利？10几年前，这个男人选择了事业，并在量子力学领域大放异彩。然而某天，当他造出一个能够穿越时空的盒子，却在平行时空看到初恋跟另一个自己过得无比幸福。那一刻，他的心仿佛针扎一般，凭什么？凭什么同样的人生，有人却过得比我好？他眼红、嫉妒，满心不甘。一个龌龊的念头忽然从心底冒出，他要偷走这段完美人生。从这天起，他开始悄悄跟踪自己，直到摸清对方的生活轨迹，一场蓄谋已久的人生争夺战便就此打响。他先是绑架自己，把他丢进了另一个时空，随后鸠占鹊巢，强行霸占了对方的人生。两人同根同源，就连妻子丹妮拉都没发现，面前的其实并不是丈夫，可他扮演的终究不是自己。人生漫漫，他真的不会露出破绽吗？大家好，欢迎来到亨利影视解说人生副本第1季第3期。上期我们讲到，男主通过多方调查，终于发现了平行世界的秘密，但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却意外害死了平行世界的丹妮拉。公司为什么要抓他？接下来他又会经历些什么？这些内容咱们放到视频最后去讲。在此之前，让我们先聊聊那个偷走别人人生的无耻之徒。这是1号顶替杰森的第一天，那种感觉让他兴奋着迷，但与此同时，他也必须尽快适应新的生活，比如如何做好一个15岁男孩的父亲，如何弄清各种杂物的摆放位置，以及如何搞定那群不爱上课的傻学生。 I do expect you to respect the opportunity. 1号很珍惜这段崭新的人生，也在努力地尝试融入，但他需要克服的困难远比之前预想的还要多。除了应对工作中完全陌生的同事、学生，生活上他也难免会犯些小错。Why are you using my toothbrush? 类似情况如果只是偶尔发生，并不会引起家人的注意，但作为一名入侵者，1号根本无法控制犯错的频率，而更让他疲于应对的，还要数夫妻俩的社会关系。一场小型聚会，他就要提前收集大量资料，来宾叫什么，和自己什么关系，对方又有什么喜好。关键是这些问题他没法问别人，只能通过对方的社交媒体一点点梳理。好在1号足够优秀，凭借高超的智慧一次次化险为夷。可即便如此，丹妮拉还是察觉到一丝异样。Do you promise you would tell me if you weren't? Because the past few days have been different. They've been great. They've been different. 不只是行为上有些古怪，丈夫最近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每天都特别粘人，晚上还总想着哆嗦。丹妮拉只当丈夫是工作中遇到了麻烦，并没有多想，但1号心里明白，这样下去绝非长久之计，他必须想个办法，彻底解决眼下的困境。而行动的第一步便是辞职。1号需要尽可能的避免接触那些跟他熟悉的、容易在对方面前露馅的人，所以学校的同事、学生首当其冲遭到了优化。同时呢，辞职的行为也可以被视作是他想要抹除杰森留在这个世界的痕迹。虽然恶毒，但这个选择确实能有效的保护自己。当然，减少社交并不足以解决问题，他还需要一大笔钱，如此一来就能将行为和性格上的转变包装成收入暴涨带来的影响。至于怎么搞钱，他也早就想好了对策。在原本那处时空，1号的投资人就是面前这个老黑，他足够有钱，1号对他也足够了解，但这处时空的两人已经多年不见，想要说服老黑投资恐怕没那么简单。 I'm sure whatever you're working on is amazing. You want to hang out, catch up? But right now, I'm just not investing in anything anymore, especially with friends. No offense. Just messy. All right? I mean, that's why you're here, right? You finally decided to start your own thing? Tell me, what you got going on today? Nothing. I got no plans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I want to show you something. 1号完全不担心老黑会不会投资，因为但凡见识过那样东西，就没有人可以拒绝。他把老黑带到一处废弃工厂，递给对方一瓶神秘药水，随后当面喝掉了另一瓶。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1号都喝了，老黑自然没什么好怕的。接下来，两人来到工厂的最底层，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金属盒子。1号推开大门，邀请老黑进去。老黑以为有什么呢，谁成想里面竟然是空的。 I'm gonna show you something not even the billionaires of the world have access to. Yeah? What's that? The road not taken. Hey, open the door, or I'm gonna beat your fucking ass.
眼前的场景让老黑瞬间闭上了嘴，他以为是那瓶药水让他产生了幻觉，但1号却笑着摇了摇头。他告诉老黑，这条通道就相当于一个中转站，而两边的门则连通着无数个平行时空。说罢就随手拉开了一扇钢门。半天后，当两人走出盒子，老黑的认知被彻底颠覆，因为他竟然在另一个世界见到了去世多年的祖父。这种事本该出现在小说和电影里，但他却在刚刚亲身经历了那匪夷所思的一幕。老黑很清楚，这个盒子的价值根本无法用金钱衡量，所以他才想不通1号为什么要选择自己。 Because I can't trust anyone. And I know I can trust you. You don't even know me, bro. Not really. In the world where I come from, after I won the Pavi Prize, you came to me. You asked me, did I have any ideas that you could invest in? And I did. And you and I, we worked together for about 10 years. We built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is box. Right here in this exact spot. That's why I trust you. 与此同时，丹尼拉和儿子正在后院为逝去的家人祈福。今天是查理和哥哥的生日，也是众人每年追忆逝者的日子。但这一次，作为父亲的1号竟然缺席了。夜里回到家，面对儿子的指责，他急忙道歉，随即便将礼物拿了出来。当查理发现父亲送的竟然是台车，心中的不快顿时烟消云散。可丹尼拉却不敢置信地看着丈夫，因为以他们的家庭条件，根本承担不起这种非必要的大额支出。虽然1号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即将拿到一笔投资，但如此反常的举动还是让妻子感到浓浓的不安。往后的日子里，1号对老黑进行了严格的培训，经过10数次尝试，老黑已经彻底掌握了盒子的使用技巧，而穿越必备的那种药剂也被他以每瓶100万的价格全部收购。接下来1号只要在老黑永远离开这处时空之前提供足够的药剂，这场双赢的交易就算是圆满结束了。不过药剂怎么做，1号完全不懂，因此他不得不重返原本那处平行时空。Dr. Dessen? Doctor? Is that really you? What happened, Laura? Another Jason came here. Amanda went with him into the box, and then Leighton followed. When? How long ago? Several days. Go back to work, Mark. What's it like in there? It's hell.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几天前。那天晚上，被1号偷走了人生的杰森，刚刚发现了平行世界的秘密，就被公司的安保找到。对方果断击毙了丹尼拉，随后将杰森五花大绑带回了公司。老黑之所以这么做，原因有2点。首先，从盒子问世到现在，合计1年多的时间，总共有4个人参与了实验，但活着回来的只有杰森自己，所以他迫切的想要知道对方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其次，另外3人的失踪早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虽然杰森失忆了，可一旦他在外面说错了什么，很可能会为公司招来灭顶之灾，所以老黑才会派人四处寻找杰森，安保才会为了保密杀人灭口。关于丹尼拉的死，杰森很遗憾，可他本就自身难保，哪还有能力替对方报仇呢？况且想要回家，就得详细了解公司的保密项目，所以他不得不主动示弱。在老黑的引领下，杰森终于见到了那个神秘的盒子。这东西很眼熟，多年前他曾尝试做过一个2厘米大小的版本，只不过最终失败了。老黑见他似乎是记起了什么，急忙将跟盒子相关的内容讲了一遍，随后又把杰森带到监控室，播放了2段视频，一段是他进入盒子的视频，另一段则是他从盒子里爬出来的视频。老黑以为杰森迟早会找回丢失的记忆，可他哪里知道面前的男人根本不是他认识的那个杰森。往后的日子里，杰森废寝忘食地研究着自己的工作笔记，可不等弄清盒子的原理，他的真实身份就被老黑猜出来了。 Ringing any bells? No? It's too bad. You know what I think? I think the reason why you don't remember anything about your life is because it wasn't yours to begin with. 刹那间，杰森的后背就被汗水打湿，他以为老黑只是在炸自己，可当看到威廉的那一刻，顿时就明白了一切，对方已经摸清了他的底细。 You're an imposter. Another version of the Jason we love.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s our Jason? How did you use the box to get to this world?
他并不是因为被人看穿了底裤才如此暴怒，而是当身份暴露之后，他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研究那个盒子，也将彻底失去回家的希望。同一时间，1号正在享受欢乐的聚会时光，杰森却在经历惨无人道的暴行。明明他才是受害者，但所有人都认为是他偷走了1号的人生。可就在他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竟然迎来了转机。这处时空，他名义上的女友阿曼达突然破门而入，向他伸出了援手。一路上两人边躲边逃，最终有惊无险地坐上了电梯。可眼看着就要成功了，却迎面撞见了老黑。John? What do we do? I'm thinking. Can we get out? 既然暴露了，正常途径肯定是逃不掉了。两人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进入那个盒子。Jason, stop! Get in the box. Amanda, no! Go! Come on. Come on. 盒子的设计很巧妙，一旦关上大门，再次开启至少需要3分钟冷却时间，所以两人必须在这段时间赶紧进入平行时空。阿曼达的动作很娴熟，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送走了4名实验者。随着药剂注入体内，杰森顿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眼前的画面出现了重影，耳边也响起了阵阵回声。当3分钟倒计时归零，连绵不断的响铃声终于将两人从昏迷中唤醒。然而眼前的一切却让人久久无法平静，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那个盒子，来到了一条黑漆漆的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廊。那么接下来他们到底会经历些什么呢？人生副本第1季第3期的故事就到这里。杰森是不幸的，他被平行世界的自己偷走了人生，但同时他也是幸运的。善良的阿曼达在他最无助最落魄的时候向他伸出了援手。不过进入长廊并不意味着成功，杰森想要回家依旧困难重重。不同于1号的驾轻就熟，杰森和阿曼达根本不知道如何才能前往指定的平行时空，而这也是他们接下来即将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不仅如此，几天后当1号与老黑的交易达成，他已经计划好要将主世界的盒子彻底封死，届时就算杰森能找到回家的路，也再也打不开那扇钢门。他究竟能否在大门封死之前赶回来呢？如果不能，又要怎么夺回自己的人生呢？关注亨利，下期内容更加精彩。